Hello， 大家，2025新年快乐！今天我们这部影片呢，要来实测2024最赞的42个 AI 工具。不知道大家去年都用了哪些 AI 工具呢？那去年呢，真的是非常精彩，几乎每天都有新东西可以玩。我真的是头脑被轰炸到，就是语无伦次这样。然后呢，我现在讲一下我去年都用了哪些 AI 工具好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ChatGPT， 不用说。那我觉得它现在比较像是我日常的小帮手这样子。例如说，我前几天我想要吃那个西洋芹，发现菜市场都没有卖，然后我就问他说：“西洋芹的生长季节是什么时候啊？”他就跟我说是11月到1月。所以呢，就是平常我都会用它来查一些知识。那 Claude 跟 Gemini 算是今年蛮意外开始使用的 AI 哦。然后像上一部影片呢，我就是有说过，我觉得 ChatGPT 变笨，然后 Gemini 很聪明嘛。但是现在呢，其实我用 ChatGPT 还有 Claude 比较多。那 Claude 的部分呢，我会常常用它来写文章，因为我觉得它文字处理上面，我觉得是比较精细啦。那其他类别呢，像是图像生成上面，我上次有介绍过那个 Recraft，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我也还没有深入的去讲解 Recraft 的其他功能，但是那部影片我觉得还蛮好玩，大家可以去点右上角，我有介绍 Recraft 这样子。还有呢，就是影片生成的部分，上次有介绍过 Sora 也还蛮好玩的。但是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其他影片生成 AI 工具，我现在还没有去接触到，但是我自己兴趣是蛮高的，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可能会持续的关注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实测42个 AI 工具，到底是哪42个呢？那今天要介绍这个清单呢，就是 A16 他们的几个合伙人，还有一些科技圈的名人，他们一起推出几个他们去年都有在用的 AI 工具的清单，这样子就是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呢，就跟我一起来实测看看这全部的工具到底好不好用吧。今天应该是讲不完啦。那我第一个呢，已经等不及要来跟大家介绍我刚才实测下来最让我惊艳的一个工具。其实我原本是要按照它的那个顺序，就是前面可能是 Perplexity， 然后一些大家常听过的一些 AI， 但是现在我要介绍的这个是我现在测下来就最让我 wow 的一个。它的名字叫做 Cubby。那 Cubby 是做什么的呢？简单来说呢，它就是用来做研究，但是你可以协力，它有点像是一个共同的工作空间，大家都可以协力把资料丢进去。但是它最强的就是它可以跨网站搜集资料。它的跨网站支援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刚才试了一下，你可以丢很多部 YouTube 影片进去，然后它就会把那逐字稿全部抓下来。然后除此之外呢，你丢任何网站进去，它都可以直接抓到里面的文字。那当然你可以丢你自己的文件进去，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收集非常多的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问他问题哦。然后你今天要开始问问题，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来源，例如说哪几部可能是你比较相关的影片，就把它勾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问 AI 问题，就说这一次 iPhone 17有哪些重点呢？它就会全部告诉你，它就会整理完那所有的影片还有资料之后，告诉你一个结论，超强的吧？我这个真的通到这个爆炸就是我想说这部影片我第一个一定要来讲这个 Cubby 呢，它是要收钱的，必须要讲在前面。那我现在是在用试用版，就是它好像有个7天的试用吧，那它的价格呢是$16一个月，就也还可以。然后它是可以多人协作。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它的界面吧。那首先呢，我们进到 Cubby 的时候，你都可以创建一个目标，有点像是专案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新创一个 Cubby。假设呢，我今天想要研究贾伯斯，然后我就创建了一个贾伯斯的 Cubby。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把资料丢进去。那我们丢资料进去呢，每一个资料都叫做一个 post。那我们新增一个 post， 假设这一步呢，我想要把它当成一个参考来源的话呢，我就把它复制起来，网址拿回来，把它丢进去。它这就是一个 post， 然后我现在已经丢了5个 post 进去了，它就有5个来源。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开始针对这5个来源来问问题，或者是创建我自己的文件。那就是按这个加号，里面这个 new draft 就是我现在想要创作的东西。假设我现在想要了解贾伯斯的中心思想是怎样，我现在就可以来创作。那它里面创作呢，有一个蛮重要的指令，就是斜线。它斜线下来呢，就会有非常多功能可以选择。例如说，你想要写文字，还是问他问题，或者是合成内容，或者是寻找名句之类的。它就是有很多功能，你都可以在这边选择。那我刚才试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功能，就是 ask a question 这个选下去。假设我们问他贾伯斯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因为这个软体目前还是英文，但是它可以回答中文，只是你要先跟他讲好。所以呢，我就加了一句，请用繁体中文回答，然后把它送出去。他就会开始分析我这边所有给他的内容，例如说我给了他 YouTube 影片，给了他文件，给了他什么网站，他就会把所有的文字资料分析起来，然后告诉我一个答案。这要疯掉，我要疯掉了！他就是直接给我答案，这个真的太强大了，真的太强大了。
因为像以前我们要做一份报告，要做一个什么专题什么。例如说，我现在可能做影片，我都要研究一些 AI， 或者是研究一些产品。现在有了这个 copy， 你就不用做那些事情了，它就全部都帮你做好了。而且呢，这个 copy 它是一个协作空间，所以呢，所有人都可以贴他们的资料进来。例如说，你们这个小团队呢，可能有4、5个人，这4、5个人全部都丢资料进来，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资料来源，然后去做分析。那这个 copy 其实还有很多的用法，但是我今天就不细讲，因为我还没有时间研究。那如果之后我真的有玩出个什么心得的话，也不排除会推出一个专门的讲解影片来讲这个 copy， 因为我觉得目前用下来真的太好用了。那下一个呢，我们要来讲的是 Perplexity， 这个呢应该有在玩 AI 的都有碰过了，但是我们还是稍微跟一些比较入门的新手来讲解一下 Perplexity 它是什么东西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搜寻引擎，只是 AI 的搜寻引擎，它可以帮你整理好所有的资料，然后告诉你一个比较全面性的答案。例如说，我们平常在搜寻网站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一个一个点进去嘛。那现在呢，这个 Perplexity 它有点像是把全部的资讯都先帮你整理好，然后给你一个比较有重点的答案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这 Perplexity。例如说，我今天不知道 Storm 是什么东西，我就问他 Storm AI 是什么。然后呢，他就会给我几个网站。那我可以不用点进去，它下面也会告诉我 Storm 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例如说，他就跟我说，这是一个史丹佛大学他们开发的一个 AI 平台，然后它可以用来收集资料，还有撰写报告之类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Perplexity 它就是非常快速，可以给你一个总结，今天要搜取什么资料，它就会很快帮你整理出来。然后下面呢，你还可以问它其他的问题，就是关于你刚才搜寻的主题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些延伸的问题，这样你都可以直接在这边问它。例如说，我问它 Storm AI 可以支援中文吗？它就会告诉我说，原来它只有支援英文，这样子是正确答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试看看 AI 搜寻引擎的话，也可以试看看这个 Perplexity。但是呢，我等一下就是会来介绍这个 Storm AI， 不如我们现在就来讲 Storm AI 好了。那这个 Storm AI 呢，它不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A16Z 里面的清单里面，因为这个真的太新了。它是一个史丹佛好像是学生的作业，对，那个学生的作业就写出了一个这样子的 AI， 然后这个 AI 呢就是可以帮你做报告，然后帮你做的很像那个维基百科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详细的报告。例如说你今天给他一个主题，假设是 iPhone 17好了，他就会自己联网，然后去找资料，然后给你一个报告。那它听起来很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copy， 对不对？但是 copy 我觉得比较强的是你可以给它指定的资料，就是你今天可以直接指定说你想要哪些部分，然后你要自己丢进去这样子，它会比较精确。可是 Storm 呢，它是直接在网络上面搜寻可用的资料，拿来作为它就是研究的主题。所以有没有发现 Storm 它厉害的地方在什么呢？就是它筛选资料非常的强，它知道哪些资料可以用，哪些资料不能用。因为像是以前我们用 ChatGPT 那些的 AI 的痛点呢，就在于他们筛选资料真的不够精确。例如说，我们可能想要搜寻 iPhone 17，它给了你 iPhone 16的资料，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他甚至觉得自己讲的是对的，所以就是会出现类似的这种幻觉的状态。那现在呢，就是 Storm AI 呢是大家觉得近期非常精确而且非常强大的一个 AI 哦。好，现在呢就立刻来试看看。那 Storm 呢，它的界面就这样子，就是非常的简洁，而且它现在没有订阅，因为它其实就是史丹佛大学的一个作业，所以呢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呢，据说不是据说，就是它开放的第1、2天，好像就上1周而已吧。大家发现它很好用，就把它塞爆。然后史丹佛大学，因为他们可能也不是为了把它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所以它的伺服器就爆掉。但是现在它就是有恢复这样子，我们现在来试看看吧。假设我今天的主题就是 iPhone 17 feature 好了，然后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会问你说，你今天要写这份报告，你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说，你今天 iPhone 17，你到底是想要了解哪个部分？那你为什么想要了解 iPhone 17呢？那你就把它写进去，它就会按照你的这个目的去为你量身打造你想要的一个文章，这样子。现在出来了，它就是给了我一份关于 iPhone 17的所有的细节。那这边呢，它就会显示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就点进去看一下。来源算是蛮新的，就是11月的资料。那因为现在 Storm 它还不能用中文，就是主要还是以英文为主，
所以你打中文进去应该是不能用。所以我现在呢就把刚才他给我的回答拿来 ChatGPT 翻译一下，这样比较好读。那从他给我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没有把它跟例如说 iPhone 16搞混，它里面的细节都是真的有这个网站去写出来的，就是不是他幻想出来的那种东西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像 ChatGPT 他就会把例如说 iPhone 15、iPhone 14的东西拿过来用，但是呢这个 Storm 他就是头脑很清醒，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子。不过目前呢我跟 Storm 也没有到非常的熟悉，就是我也才刚开始用而已。所以就是给大家另外一个选择，例如说你今天想要开始使用 AI 这个搜寻引擎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尝试像是 Perplexity 啊，然后 Storm 也蛮好用的。再来下一个呢是 Claude 的部分 ，Claud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那我最近呢是用的非常的勤，为什么呢？因为它写字很好用，我觉得它写文章比较细腻，然后比较有逻辑。那我最近在研究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project， 就是呢这个 project 它可以自己先丢一些资料进去，例如说我今天想要研究贾伯斯的话，我就可以先丢一些以前我关于贾伯斯的一些文件，例如说我曾经写过他的文章，我研究过他的东西，我就可以全部都丢进去。那这东西跟刚才的 Copy 是差在哪里呢？就是我觉得 Claude 他在抓资料好像不是那么精确，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像刚才的 Copy 啊，或者是 Storm， 它就不会搞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那在像 Project 这边呢，你就是可以丢一些 PDF 啊，然后一些文字进去，然后你也可以丢一些你想要的指示进去，有点像是训练你自己小小的模型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下面呢，去问他一些问题。如果你已经用过 Claude 这个 project 功能的话，也欢迎分享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都跟我说 Claude 很好用，那这个 project 呢是我最近才开始用的，不然平常我就是直接在这边问他问题，也是很好用啦。就是我会丢一些我写过的东西进去，然后让他模仿我的风格这样子。但是呢，我不会真的去用他写出来的东西，我只会参考。例如说，我觉得它架构可能很不错，我就会依照它的架构可能下去自己写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子。那再来下一个呢，其实那个42个 AI 名单里面也是有 ChatGPT 的。那我们刚才其实有稍稍有聊过 ChatGPT 的部分。那我最近呢用它的一些感想就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一个日常，然后比较轻松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不会跟他讲一些很严肃的事情，就是工作上的事情我比较少跟他讨论。就是大家可以看我左边的这个，我跟他相处的一些东西哦，例如说，就我刚才说，我有问他西洋拳进阶啊，然后什么皮秒雷射啊，什么脸部抗老保养这类的日常话题。然后我还发现一个很好用的方法，就是你可以问他小说或者是电影的剧情跟结局。虽然这样子很不好，就是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老片，就是一些老片，你可以去问他就是剧情。可能在网络上看到什么片段啊，然后你很想知道后面剧情怎么发展的话，你就是可以问他问题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几个生产力专用的工具。那我们刚才说的 Copy 其实也归类在生产力里面，但是我就是已经迫不及待，就是一开拍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Copy。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其他的生产力工具。首先第一个是 Granola 它是一个 AI 笔记工具哦。举个例子，就是例如说我们在会议上面使用这个 Granola 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会议的所有内容做成一个总结，它会有文字稿。然后也会有总结这样子。我们现在立刻来看一下它的界面。Granola 就是一个程式，它必须要装到你的电脑上面，然后目前用下来是免费的。那我们今天要开始使用的话，就直接 create new node。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例如说你在会议上面，就是它就开始聆听了。然后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小小缺点，就是它目前只能用英文，就是它现在是只有听得懂英文这样子。My biological mother found out later that my mo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假设刚刚呢都是会议的内容，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结束，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 generate notes， 它就会把这个会议上面所有的内容把它整理成重点。那当然呢，它逐字稿还是会留着，就是这边是逐字稿，然后呢这边就是重点这样子。然后这边呢你也可以问他更深入的问题，例如说你今天这个会议可能一两个小时，你不可能把它全部都看完，那你这边呢就可以直接问他说，哦，可能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啊，还是我后续需要做哪些内容，你帮我列出来好不好？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问他。所以呢，这个 Granola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简洁，然后功能也非常明确的一个 App， 就是它可以帮你做会议记录，然后可以帮你做文字稿，帮你做重点，然后你也可以问他所有的细节，算是一个还蛮好用的 App， 我觉得。而且它真的是免费吗？如果是免费的话，那也太赞了吧！如果你今天是用英文，你会去参加一些什么英文的会议啊，或英文的论坛，或甚至是英文课之类的，你都可以用这个 app。你就让它放在那边录，
然后你录完之后，它就会帮你做重点整理这样子。那下一个我们要来介绍的也是差不多的功能，只是它可以支援中文哦，它叫做 Whisper Flow， 它是一个语音转文字的工具。那它这个很好用的就是你今天按一个按键，它就会直接开始帮你侦测文字。例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 Whisper Flow 打开。那今天呢，它也是一个 App， 就是必须要装在你的电脑里面，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快捷键来快速把语音转成文字。例如说，我现在呢，这个快捷键已经设定好了，那我就可以在任何可以输入的地方，我就直接按住，然后开始讲话。iPhone 17功能，它就帮我直接输入进去。那其实这个功能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电脑的语音转文字，只是它很强的，它可以辨识多语言，就是你今天讲再多语言，它都可以辨识出来，你是不需要去切换它的语言的。所以对于多语言使用者，其实这个会非常好用。然后你就是设定快速键之后，你在任何可以打字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开始用哦。iPhone 17功能有哪些 ？What do we know about iPhone 17 features？明天要去买一个汉堡，然后我想要吃太阳蛋口味的。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就是多语言的部分。如果你今天要使用多语言语音转文字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 app。它的用法就是你按住那个按键之后开始讲话，或者是你也可以设定你按完之后你就是可以放开，就看你的需求。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提到的是 Gamma。我昨天才在跟我同事上礼拜才在争辩说 Gamma 到底要怎么念，然后后来发现要念 Gamma， 不然我之前都念 Gemma， 不好意思 ，Gamma 它叫 Gamma。那 Gamma 呢，主要就是来做简报的。你今天呢可以丢资料进去，它就自动帮你生成简报，超级夸张，而且还会帮你配图。那 Gamma 呢，目前它是有一个免费额度，就是看右上角有一个这个 credits， 你 credits 用完就是你的免费额度用完的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呢来试看看，那这个主要画面它可以用中文 ，OK 的。例如说，它有3种不同的方式，你可以让它自己写，就是你只要给它一个关键句，它就帮你做整篇的简报，或者是你也可以贴入你已经准备好的文字。假设我们刚刚这个 Storm 的文章，我们把它贴过来。好，然后直接生成。它里面呢很棒，就是它可以选格式，就是这边你可以选说你想要多长多短，但是下一页我觉得比较夸张。这边呢可以选风格，然后呢它就会自动帮你排版，它真的就自动帮你排好，这个真的超赞。就是为什么我不是这个时代的学生呢？就是在这个时代当学生真的太幸福了，就是所有事情 AI 都帮你做好，它就自动帮我做好简报了，大家看。那它现在呢这个格式有点怪怪是正常的，它开始播放就会正常，它就是帮你做好简报，就真的很棒啊，你不觉得吗？它就帮你把图都配好了，而且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很强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图换掉，它甚至可以去搜寻图片，你可以直接插入，这边可以搜寻，它就会帮你找。例如说我要 iPhone 17，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选图片，超方便的，很棒。非常棒，因为以前我们做简报什么的都要自己先到网络上面去找图片，然后下载所有的图片，然后再把它贴上去，然后自己排版，对不对？但它现在呢都已经帮你排好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跟刚才那个 copy 搭配起来的话，真的是天下无敌。就是你要去做简报啊，你要去发表什么文章什么的，有这2个就够了，非常非常好用而且它又免费，各位它免费。接下来呢要来讲最后一个就是 Adobe 的 Acrobat。它有一个 AI Assistant， 那这个 Adobe Acrobat AI Assistant 它是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分析你的 PDF， 你今天丢几份 PDF 进去，它都可以全部帮你就是一起整理。例如说呢，我现在就是丢了3个苹果的财报进来，我就可以直接问他说，这3季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趋势吗？他就会帮我全部整理出来。我觉得这是它一个还蛮强大的功能。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又跟 Copy 的功能重叠了？而且 Copy 才多少钱？16块美金。这个 Adobe 它是210台币1个月。而且我觉得 Adobe 它有点混乱，而且有点让我非常困惑。就是我刚才原本想要去找这个 AI Assistant 的功能，但是它叫我下载 Acrobat 的软体。然后 Acrobat 跟 AI 是2个不同的订阅，就搞不清楚说我现在到底是只要付一笔钱就好吗？例如说我今天只要用这个 AI Assistant， 我是不是只要付这笔钱就好？我就不用订阅 Acrobat， 就是 Acrobat 它是 PDF 的单纯的软体嘛，而且它又要210 Adobe 的 AI Assistant， 它就只能读 PDF， 它虽然可以读多个文件，同时读多个文件，可是它就是只能读 PDF， 你就是不能丢其他像是影片进来，因为像 Copy 刚才很强的就是你可以直接丢 YouTube 影片进去，我觉得这个超级强大，然后你还可以丢自己的文字进去什么，但是这个 Adobe 的 AI 呢，你就是只能阅读 PDF， 但我相信他们这个 AI 应该也是非常的严谨。
而且这个它目前是有页数的上限，我刚才想要丢一个超过600页的 PDF 进去，它不让我使用这个 AI 功能，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测试 copy 它最高的极限是多少，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下去。那像这边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呢就是丢了3个档案进来，然后我今天就可以把它选起来，然后呢这边就有一个 Ask AI Assistant， 它就会跳到一个类似 ChatGPT 的视窗里面，然后你这边就可以问它问题，比如说财报的趋势是什么啊，然后这一季的营收是多少，或者是它的一些财务相关的数字，你都可以直接问它，你就不需要去阅读里面的内容了。但是这个功能其实蛮多 PDF 软体都有的，不是只有 Adobe 才有，但是 Adobe 可能名声比较大，所以大家比较听过，可能会比较敢用这样子。Adobe 可能要加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稍微先停在这边，因为我发现我真的讲太久了。那接下来呢，42个我们会来陆续帮大家完成测试，就是我会实际下载，然后需要购买的我都会购买，像是这个 Adobe 就要购买嘛，我就直接买了。然后刚刚很多试用的我也都有注册，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敬请期待接下来的内容，应该会越来越好玩，因为剩下来的我几乎都没有接触过。对，然后如果大家有觉得什么 App 很好用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推荐我。我是一个就是蛮喜欢尝试新的 AI 的人。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赶快去试看看那个 Copy 吧，我真的觉得那个超好用的。然后像是 Gamma 也不错，然后像 Storm 也不错。如果你可以用英文问他问题的话，可以来试看看，我觉得蛮好玩的。那线下来的元老级的，像是 Claude 啊，或者 ChatGPT， 我都会持续的使用。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 AI 领域真的发展的有点太快速了？就是有点哇，每天都在发生新的事情，真的快要跟不上了，你知道吗？那大家呢最喜欢哪一个 AI？ 你们自己有在用哪些 AI？ 都欢迎告诉我。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那接下来42个我都会陆续测试，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